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晚间呢，美股出现了一个微弱的反弹，这个反弹呢是以一个十字星来表现出来的。那么行情走到这里，我们看到了3月7日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啊，然后是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让道琼斯工业指数跌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重要支撑。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有着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所以呢，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点的反弹。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同时看到了上方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焦点位啊，对价格起到了一定的吸引力作用啊，所以呢，两重因素导致了反弹的产生，但是在144均线和169均线32500美金这个位置上是存在压力的，所以呢，接触到这个位置上，行情随即回踩下来。回踩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这个区域呢，也就是32500到31500这个区间是容易产生震荡的，在震荡过程当中是容易酝酿多头行情的。同时呢，本轮行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比特币两者之间形成了完全的背离。那道指呢是一直在回调下跌震荡，但比特币是持续的上涨，偶尔呢道指和比特币出现一定的同步现象啊，像前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快速下跌也带动了比特币的一个回调动作，但是呢一旦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回暖，那么比特币啊，大概率会同步于道指出现一个上涨行情，也就是说，道指和比特币它俩之间的关系是既背离又同步啊。同步的是比特币啊，在道指上涨的时候啊，大幅跟涨。那比特币在道指下跌的时候小幅回调啊，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比特币仍然有很强的一个多头预期。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的 K 线当中，可以看到啊，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在这个位置的，在1月初的行情当中啊，纷纷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美金，从去年6到12月份啊，震荡形成了一个波谷连线的压力位。那么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1月20日，我们看到啊，同步了美股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向上攻击，遇阻于25000美金，25000美金啊，形成一个平头哥的阻力位，然后回踩下来，回落的位置正好是我们经常关注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到达这个位置之后，行情在312这一天出现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然后是8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啊，到达高点27500美金附近，然后开始横盘震荡。那么上方震荡的时间级别是一个小时线级别的调整过程，在小时线级别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画出来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当前时间点正处在一个近焦点的区域上，所以呢，昨天我跟大家伙说，在小时线的140均线和169均线的27500美金的这个区域上要做第一个多头仓位，原因就是在此啊，均线系统小时线级别上啊，这里构成了一个支撑，同时呢，二次补仓位置是4小时级别均线啊连过来之后延长线的一个部分，大概位置是在25500美金啊，这是第二个补仓位置。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啊，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已经结束，上方通过震荡啊酝酿下一轮的日线级别上涨，标志性的阳线还没有走出来，通过反复的震荡形成收敛三角形，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逐渐收窄，时间逐渐拉长，就会形成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现象。那么行情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1月9日这一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是非常复杂的8阶阳线组。那么当前行情正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8阶阳线走的非常震荡的话啊，周线级别8阶阳线走的非常震荡的话，那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往往会相对独立啊，所以呢，目前有一个继续上冲走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目标点位32000美金附近的啊这个预期，同时呢，32000美金是一个144均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因此呢，重点关注这个位置能否发动突破。
那么在行情当中把握趋势最重要的一点是坚定方向啊。第二个呢是合理布局仓位。布局仓位的方式呢，我刚才说了，在小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啊布局第一个仓位。昨天有的朋友已经布局完成，并且有所获利。那么第二个布局仓位的点位呢是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169均线。同时呢，你也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如果323啊这一天的这个阴线，4小时级别的这个阴线是一个悟空阴线的话啊，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的话，那么4小时级别会有一轮下跌啊，25000美金这个位置上要做补仓动作啊，这是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回踩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在这个道指上就说了，道指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的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比特币恰恰相反。啊，它在完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就容易出现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回调啊。因此呢，虽然是多头趋势，但是要防范回调的发生，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分仓进场啊。这相当于你是一个潜艇啊，是1颗鱼雷消灭1条船概率高，还是3颗鱼雷消灭1条航空母舰概率高呢？我认为一定是3颗鱼雷啊，分布式布局，提高自己的获利概率。那么昨天表现比较精彩的是以太坊啊，毕竟昨天晚间出现了一个新高啊，但是我们看到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啊，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这条支撑线呢，是由21年5月份波峰连线通过交易点之后连过来之后，位于0.067附近的一个支撑，跌破之后，并且在日线级别上形成日线级别下跌吸油。那么我们说了啊，多头是由多头生发出来的，空头是由空头双发出来的。那么在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反弹过后呢，我认为 ETH 对比特币啊更容易出现一个尖力式的下跌，并且形成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同这个去年22年5月份啊这轮下跌相互平行。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下跌趋势已经成型。那么目前更强势一些的，我认为是比特币。那么以太坊在这里面的反弹呢，让昨天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新高。回到以太坊本身的价格上来，我们看到啊，目前最大的一个痛点是在1750美金这里，这个位置呢，它是一个箱体结构的上边线。那么目前来看，在日线级别反复对这个位置上构成一个回踩，那最终站住之后，如果能形成一个大阳线啊，那这个大阳线就构成一个新的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悟空阳线。啊，只有标志性阳线产生之后，行情才能继续推进啊。我们看底部位置啊，在144均线、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这里啊，就出现了标志性的阳线，在311这天啊，这是提前于比特币发生了悟空阳线，然后起了一波行情，形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合并 K 线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在1月9日。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目前为止始终处在一个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只有突破周线级别位于$2000附近的144均线之后，以太坊的价格才能成功突破形成一个持续的周线级别上涨。那么周线级别上涨目标点位大概是在$2400。那么前2天我在会员群和这个视频课中都提到了 GOE 啊，因为 GOE 上它是类似于 DYDX 啊，类似于 DYDX 的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并且和最新上线的 ARB 啊相互关联啊 ，ARB 在这个 GOE 上上线了所以呢它涨起了一轮行情。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 GOE 来说，它的这轮行情启动的非常晚啊，我们可以按照这个312这一天啊，它刚刚发动启动，因为这一天呢，它成功企稳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因此呢，对于涨幅来说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山寨币的涨幅，目前仅有2倍啊，从底部到现在仅有2倍，它是有一定的上涨空间的啊，因此呢，早在3月18日左右啊，我让会员群朋友啊进行一个布局啊，目前处在一个获利的状态。那么未来呢，根据它的上涨趋势，我认为它会有一定的动作啊，因为我们看到318的这一天啊，它走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上涨 K 线，最大的振幅达到109%， 1倍涨幅之后，它可以构成一个新的悟空阳线。那么悟空阳线后面的这些 K 线呢，都算是干扰性 K 线，因此呢，如果发动一轮新的日线级别上涨，那么涨幅会非常惊人，可能会达到$0.8之上啊。因此呢，对于蹭 ARB 热度的 GOE 啊这种去中心化平台的这个
这个平台币啊，我认为可以进行一定的布局啊，但最好是分仓式布局，避免风险。表现比较好的是我们前些日子相对不那么看好的 LTC 和大市之类的减产币行情，目前正在突飞猛进啊。但是虽然 LTC 涨得好啊，但是还没有突破前高啊，所以呢仍然有一定的空间啊。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可以把这个波峰连线、布连线画出来，可以看到啊，接近交点的这个位置，它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啊，黄金坑这个位置刚好打到啊，击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啊，跌的也猛，比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跌的很多了，但是反弹也非常果断。那么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变盘的压力位是在96美金附近，站上96美金之后啊，在上方如果能够形成4次的等位置波峰啊，那么目前已经出现3次，如果能形成第4次等位置的啊，位于95美金附近的波峰啊，那么行情啊，对于 LT 来说啊，它的上方空间将面临打开。因此呢，对于减产币种 LTC 和大市啊，目前这个阶段要重点关注。CFX 是目前涨势最好的币种之一啊，我们看到了目前它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完成之后，正在进行回调。我们观察到啊，前2次回调幅度都非常大啊，第一次超过了50%啊，第一次是42%，那么第二次呢是65%啊，那么目前它的回调幅度我看一下啊。目前的回调幅度大概是在30%左右，那么这个位置呢，是你进行第一个仓位布局的一个时间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日线级别在0.38附近啊有一个支撑位啊，这个支撑位呢是小日线级别169均线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布局的位置呢，是在4小时级别啊，这个均线的延长线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0.28。所以呢，对于强势币种啊，你首先要有仓位啊，第一个仓位你要布局进去，然后缓慢补仓啊，最终呢才能获得未来它走出来的一个周线级别唐僧阳线的一个利润啊。周线级别目前已经走出悟空阳线、八剑阳线、沙僧阳线，上方还有个唐僧阳线等待我们吃肉。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和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